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我是 Melody。我们现在在 Delta 的一个台湾朋友家存放我们房车的地方。我们又来取房车了，家里待不住的我们又要出发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最近这几天啊，温哥华啊会来高温哎。多高的高温啊！哇，多高的高温啊！最高温度要25度哎！啊，你又开始凡尔赛了。娇滴滴的温哥华人民是冷不得热不得的。所以我们准备出游了。所以我们准备去一个最高温度1字打头的地方。啊，是什么地方呢？好像并不远哦。啊，距离温哥华只有不到600公里。我们今天出发，但是我们会在西雅图停留几天，然后再去到我们一直非常喜欢的避暑胜地。我们将从一个凉快的温哥华去到一个更凉快的地方啊，这个很难得啊！回头我们会看看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凉快啊。夏天最主要的就是避暑。温哥华的宜居非常非常好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要出门。人就是这样，还要去一个更凉快的地方，因为再不出门，秋天要来了。我们这次游程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时间。对，Kevin会给我们展示一下，相距大概500-600公里的车程，半个多月的生活。我们在皮卡后面都带了什么东西？这个拉绳呢可以拉开来，这个买皮卡的时候是不带的，是需要额外买一个盖子，并且自己安装的。哇，非常重的。因为这次呢去的地方呢比较适合带一个脱困板，有利于皮卡安全的。那边是狗的床和我们的衣物行李，这有2把户外椅。这是我的行李，我额外带了2双鞋。这边是 Melody 额外带了2双鞋。这个包全都是我们送医的衣物和用餐工具等等。Melody 的枕头以及衣服。额外呢有2个 cooler， 一个大的呢是比较重的，基本上已经被塞满了。小的呢目前是空的。虽然美国不能带很多像水果和蔬菜一些鲜蔬种子之类的东西，但是我们还带了一些生活中剩下的牛奶啊、豆浆啊、一些色拉酱啊等等，这些都是可以带的，否则我们走半个多月回来就会坏掉了。小狗的床铺下面呢是它的户外的行军床，然后再往下面呢是一个排放房车污水的废水桶。因为这次去的这个西雅图的营地是没有下水的，所以回头我会展示一下如何用这个桶来排放房车的废水。好，我们再看看车里。那整个那边呢有一个周转箱，都是 Melody 厨房的用具。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们的小送衣。然后这下面是一个折叠的桌子，可以打开来。一般短途可能会带，长途一般不太会带，因为营地一般都会有一个桌子。然后这是我的一些房车的用具的一些电脑设备等等。然后这里是一个迷你的洗衣机，然后这里会有一个小送衣的笼子。如果在房车，有的时候我们会给它放到笼子里，因为它会跳上跳下，整个房车跳来跳去。前面相对会乱一些。这是我开车需要用的一个喝冰咖啡的大杯子，非常不错。然后上面呢，一个是房车的后视监视器，一个是房车的导航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只要做一个动作，我们并不把东西会卸上房车。对，我们呢就把房车里的冰箱打开。对，让它用太阳能，开始那个工作，提前预冷。对，现在冰箱还不太适合使用，所以我们的东西还都放在cooler里，不会拿出来。因为如果放到冰箱里，冰箱现在不凉的话，它东西不利于它的保存。
有开了，你去开一下就冰箱。不放下梯子了。这是我们闲置房车储存时候的一个状态。我们一般把冰箱都打开，散散味儿。对。总的开关在这里。然后我去把冰箱门关上。然后把开关打开。好，准备出发。现在呢，凯文做一下安全检查。我们出发之前呢，要看一下这个灯，左转、右转、刹车灯是否正常。验收完毕之后呢，我们就出发了。我们的小狗也在静静的等待。房车边上，小兔子来吃草。就开2根道，这得排到猴年马月去。Nisus 少点啊，就开2根道比较少，最起码还得3根道。Nisus 前面也有4辆车。夏天。好，过了海关啊，一共问了3句话。第一句话，去哪里？多长时间？第2句话，然后呢？我说回答，然后就回加拿大了，然后就 good to go， 然后可以走了。我们来 Costco 加个油，看看这儿油价多少钱。这儿油价87号，3块6毛6，它是1加仑，这就相当于不到1美金1升，核算加币可能也就是1块3左右1升吧。加完油啊，我们去 Costco 里边逛一逛，买点东西，因为很多东西不能够从加拿大带到美国。然后我们用这样的小笼子，房车里边特别凉快，因为现在外边其实气温也就才20出头摄氏度。弄这样的小笼子，主要原因就是，否则他在房车里焦虑，就会来回来去的跳，床上床下，因为他年龄已经比较大了。我们比较担心他腿会受伤。好，我们要去逛超市啦。可惜啊 ，Costco 不是宠物友好，像我们这么大的狗是不能够带进去 Costco 的。好，待会儿见。看今天 Bellingham 的 Costco 有多空啊！停车场的这个购物车都给推光了。刚才收购物车的人无聊的只是收走了1辆车。然后加油也是第一次能够直接就开到加油枪旁边啊！而且现在是暑期，本应该是加拿大人南下旅游购物的最旺的季节。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加拿大人不想来吧，我觉得是美国现在的物价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，关税一加吧，相对比较很多物价都比以前贵了好多，所以跟加拿大的物价差就越来越小了。这个就引不起加拿大人南下购物的欲望了。这个对比加拿大人声鼎沸的 Costco 啊，看看美国这里有多空啊！其实这Bellingham是对温哥华是特别友好的，他们都发起倡议啊，想办法来欢迎加拿大人南下购物啊。空空荡荡啊，对于 Burnaby 来讲，那简直就叫没人了。在温哥华的 Burnaby Costco 啊，车位都一位难求啊。这个美国
就对酒精啊、饮料以及酒精啊就没有太多限制，连 Costco 也是可以卖酒的。在加拿大人就会比较稀奇一些，因为加拿大除了专门持牌的酒的店之外，就不能卖酒，不像美国随便 Costco 也可以卖。我们特意来看了一下酒，这个日本的那个 whisky， 响，750毫升的。上回罐罐也带了一瓶从拉斯维加斯过来啊，就是80多块钱啊。高粱之后喝了这个，就把我给干倒了。就不能混着喝。我印象特别深，这儿的价格是，你看裸价是$75，下面这个呢应该是烈酒的一个重税啊，就是葡萄酒啊、清酒都是没有的，啤酒都是没有的，就是一个20.5%的烈酒，所有烈酒额外收一个20.5%。对，最后呢，所以这个酒变成了93.19。也不是所有的酒都有20%的这样重的重税啊，我感觉就是烈酒应该才有。你看这样同样是日本的酒，这也是日本的酒，那都是日本的酒，它就没有那个税。就是应该是根据酒精度来定税的。还有葡萄酒也没有那个额外的税。我看看有没有啊？也没有，你看，没有额外加税。这个酒好玩吧？这个像洗手液。洗手液，15%的酒精度，说有这个梅啊、樱桃啊、柠檬啊什么，那怎么会出来蓝色了？这个就是梦莲湖的水，或者这是，对吧？贝托湖的水酿的酒精，所以不单单有蒂芙尼蓝，也有酒精蓝。看这里啊，空空荡荡，真的是没人啊。这要跟温哥华的Burnaby和列治文那人声鼎沸啊，起码比这儿得多10倍以上的人，走路都费劲。我们走着走着发现这么一张告示啊，作为一个商家还能够提醒消费者，就是说如果加拿大人来美国采购，超过一定的免税额度之后呢，会额外加征25%的税。这个税额并不稀奇啊，我是只是觉得商家能有良知，在公告这种形式贴出来，怕你买多了，对，提醒你不要买多了。商家怕你买多了，对，大家自己去品吧，还是良心商家。我们呢也没买太多东西，就买了些吃的。我已经听到了宋一的叫声。宋一，这个笼子呢，平时不用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把它折起来，这样就会比较节省空间，放在房车里边，长途旅行都不占空间。不错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出发。进来了之后呢，我们办好手续，拿到了这么一张地图。现在呢，准备找营位。营地的位置还是挺多的，我们选了这个位置。现在车正在倒进来，树木丛林中，绿荫葱葱，感觉特别的凉爽，气温也合适，开门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基本上一把就进来了。其实呢，我也帮不了什么太大的忙。教明呢有一个对讲机，可以喊一下。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再后来一点就到了。我们房车旅行的第一天，通常是工作量比较大的一天，不仅要正常的完成一些挂接工作，
还要把所有从家里带到皮卡上的物品归位到房车里面。设置好了房车之后呢，我们简单吃了点饭，休息了一会儿。我现在准备出去洗个澡去，因为这个营地呢没有下水，那么所以呢用水就要稍微节约一些。那通常这个时候呢，我就会选择出去到营地的公共洗手间去洗个澡。洗手间还挺干净。洗好澡啦，我感觉好像明显西雅图这儿比温哥华至少温度要高2度，回头我落实一下。晚上遛狗，我们找了一个有水泥地的地方，因为营地里呢很多都是那个土路，咱焦小姐可走不了土路。多么干净！对。这是营地的一个游泳池，但是现在正在修整，没有开放，所以呢，正好给我们焦小姐遛遛弯，放放尿。